俄乌冲突成为西方的滑铁卢，六大危机叠加，这是否会成为中国的战略契机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近日发表题为俄乌冲突或成为拜登的第二个滑铁卢的文章。这篇文章称，不祥迹象正在乌克兰显现，美国可能正在带领北约走向更为严重的战略羞辱。随着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失败，美国鼓吹的把普京赶下台，摧毁俄罗斯作战能力，将俄罗斯经济规模减半的说法，现在回想起来是相当荒谬的。也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不得不吞下在乌克兰战场上大量输血后收获全面失败的苦果。这几天 G7 峰会国家首脑发出了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战斗到底的信号，但是对俄采取的制裁措施露馅了。G7 要求对俄罗斯的石油进行限价，还要限制进口俄罗斯的黄金，这显得非常搞笑。因为俄罗斯石油会不会打折，不是由西方国家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普京早就宣布，俄罗斯进入强大主权的时代，而黄金可是比美元更强大的用于储备和投资的特殊硬通货，根本就不愁没有市场。因为俄乌冲突，G7 峰会不得不面对多重危机正在摧残西方的现实，这包括经济衰退预期、通货膨胀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环境保护和地缘政治危机等等。俄乌冲突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也比较大，包括破坏中国在欧洲方向“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西方出现的逆全球化的思维和新冷战风险，中国与欧洲对立的风险，能源价格上涨的风险等等。但是在西方国家不得不面对俄罗斯将会在乌克兰取得实质性胜利的局面下，战争引发的负面危机也将长期存在。而中国目前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将这场西方战略失败的危机变成中国自己的战略契机。这里有几点可以和大家进行探讨。首先，利用美国在乌克兰输血的契机，赢得与美国的常规军力军备科技竞赛。美军是全球规模最庞大的作战力量之一，其军费支出也是最高的。但是当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时，美国对乌克兰500多亿美元的援助必然会冲击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甚至会影响到美军的科技创新。只要俄乌冲突长期存在，美国就得不断地给乌克兰输血，这是一场不能主动结束的豪赌。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战略契机，加大军事科技研发方面投入，用更多更先进的武器装备的亮相和列装，教会美军认清现实。第二，利用俄罗斯影响力下降的契机，扩大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和经济融合。在俄罗斯实力也被严重消耗的背景下，中亚国家与欧洲的能源合作可能会被俄罗斯所干扰，俄罗斯经济也将加速融入中国的经济圈，这样就给了我们扩大与中亚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能源合作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在反对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小了。中吉乌铁路的开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三，扩大中国武器装备的出口市场。所谓的西方民族武器库正在被乌克兰耗干，俄罗斯军工出口也正在受到更严厉的制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和俄罗斯都需要补充自己的军火库，俄罗斯的武器出口会因为制裁而更加困难。中国需要抓住这样的契机来扩大我们的武器出口市场。现在连印度都跑到埃及去抢战斗机市场了，说明这块蛋糕还真的够大。中国的军工产业完全有实力抓住这样的机会。第四，利用美元信用受损的契机，扩大人民币作为国币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地位。美国在收割俄罗斯财富的同时，也在打击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信用。制裁俄罗斯的同时，实际上也打击了国际结算体系，因此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是机不可失。第五，利用美英在俄乌冲突上持续拱火的契机，加大对欧盟战略自主的影响。美国正在利用俄乌冲突拉拢欧洲国家，
但是呢，又在利用这场战争来消耗欧洲。随着西方国家厌战情绪的蔓延，欧洲与美英之间在支持乌军的问题上会更加分裂。中国力推欧洲战略自主，整体上将更符合欧洲国家自己的利益，在这方面将大有可为。第六，利用西方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契机，加强中国的能源安全。俄罗斯正在被西方切断经济联系，未来只能看向亚洲，而这就是中国加强能源安全的一个好机会。总体来看，俄乌冲突的发展对全球战略格局会造成深远的影响。中国保持自己的原则立场，不等于会变成大赢家，但是只要我们把握好战略契机，就能够赢得主动。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